天启元年3月，辽阳城破的消息传到北京，辽东经略袁应泰自缢殉国，辽河以东70余城全部沦陷。明朝在关外的防线退到了广宁。此时的辽东局势比熊廷弼第一次经略时更加凶险。萨尔浒战败后，明朝至少还控制着辽阳、沈阳2座重镇，而现在辽河以东尽失，后金兵锋直指辽西走廊。这条狭窄的通道一旦被突破，山海关就将直接暴露在敌前，而山海关一旦失守，北京城就无险可守了。天启元年6月初3，朝廷下旨重新启用熊廷弼，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、辽东经略，赐上方剑。这一次的任命比第一次更加隆重，但熊廷弼接旨时没有任何欣喜之色。在他赴任的时候，王化贞已经在辽东巡抚的位置上经营了4个多月。这个比他年轻、比他更受朝中某些人青睐的官员，将成为他最大的对手。经略是朝廷派出的最高军事长官，节制一方；巡抚则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也监管军务。在辽东这种战事频繁的边镇，京府之间的矛盾几乎是制度性的孤寂。但这一次，朝廷在制度层面其实已经做出了规定。熊廷弼的任命明确其为辽东经略，节制天津、登莱、广宁3方。王化贞的巡抚任命则明确受经略节制，至少在纸面上，同属关系是清晰的。但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的矛盾远不只是制度问题，两个人的性格、出身、军事理念，乃至背后所依靠的朝堂势力都截然不同。熊廷弼在辽东经营多年，深知后金的实力。他的3方布置战略具体而言，就是在广宁集结重兵，依托成员堡垒正面防御；在天津、登莱设置水师，从海上牵制后金；在山海关外层层设防，步步为营，不求速胜，但求不败。他反复强调，至少要3年时间才能恢复辽东的局势。王化贞则完全相反，他对熊廷弼的战略嗤之以鼻。他声称，只需6万精兵，他就能在3个月内平定辽东。两个人的分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。天启元年8月，熊廷弼正式在山海关上任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巡视防线，从山海关到广宁300里的辽西走廊，两侧是大海和群山，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。熊廷弼沿着这条通道一路东行，每到一个城堡都要停下来仔细勘察。他发现这条防线比他想象的要脆弱得多，许多成员年久失修，守军缺额严重，火器弹药储备不足。熊廷弼回到山海关后，立即向朝廷上书，要求将广宁的军队重新整编，并明确经略的指挥权。与此同时，王化贞也在广宁忙碌着。他的计划是策反后金内部的明朝降将李永芳，让他作为内应，联合蒙古从北面夹击后金，然后广宁主力正面出击，一举荡平赫图阿拉。他向朝廷上书，声称李永芳已经暗中答应归降，蒙古各部也已经答应出兵，只等朝廷下令就可以发动总攻。张鹤鸣对王化贞的计划大为赞赏，在朝中极力鼓吹。两个人的矛盾很快变成了公开对抗。王化贞在广宁大张旗鼓地准备荡平计划，完全不顾熊廷弼的3方布置。熊廷弼在山海关屡次上书，指责王化贞轻敌冒进，要求朝廷制止他的鲁莽行动。两个人的奏书在朝堂上交相攻讦，各派势力也争论不休。支持王化贞的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内阁中的一批官员，他们看重的是王化贞的速战方略，因为朝廷确实没有财力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。支持熊廷弼的是少数了解边务的老臣，他们深知后金的实力，明白王化贞的计划完全是空中楼阁。天启元年冬，王化贞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。他派人联络蒙古各部，但蒙古人拿了赏银之后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。他派人策反李永芳，但李永芳早就把密信交给了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让李永芳假装答应归降，实际上已经做好了进攻广宁的准备。
熊廷弼在山海关听到王化贞的种种举动，心急如焚。天启元年12月，熊廷弼最后一次上书，措辞已经近乎哀求，朝廷的批复依然是模棱两可。经略、巡抚各任其事，同心共济。熊廷弼看罢批复，长叹一声，对身边的幕僚说：“广宁必失，大势已去矣。”天启2年正月18日，努尔哈赤率6万大军分3路西渡辽河，直扑广宁。王化贞得到消息时，还沉浸在荡平的美梦中。他派出总兵刘渠、齐秉忠等率3万精兵迎敌，自己则在广宁城中坐等捷报。后金军的第一个目标是西平堡，这座小城扼守在辽河渡口，是广宁的门户。守将罗一贯率3000明军死守孤城，面对后金军的轮番进攻，血战数日，粮尽援绝。正月22日，西平堡城破，罗一贯在城头自刎殉国，3000守军几乎全部战死。同一天，王化贞派出的3万援军在平阳桥遭遇后金军，这支援军由广宁守军主力组成，本应驰援西平堡，却在半路上被后金军截住。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，将领孙德公突然率先溃逃，他一边跑一边大喊兵败，明军阵脚大乱，总兵刘渠、齐秉忠力战而死，3万大军全军覆没。王化贞不知道的是，孙德公早已通过李永芳与后金勾结，约定献广宁投降。平阳桥之战中，他是故意制造溃败，为的就是瓦解明军主力。正月23日，孙德公逃回广宁，他在城外声称后金大军已经杀到，城中顿时大乱，军民争相逃命。王化贞听到城外喊杀声四起，知道大势已去，慌忙在混乱中逃出广宁。孙德公率部开广宁城门，向后金投降。这座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座重镇，就这样落入了努尔哈赤手中。王化贞一路狂奔，逃到大凌河，在这里他遇到了率5000兵东进接应溃兵的熊廷弼。2个人见面的场景被史书记载了下来。王化贞见到熊廷弼，失声痛哭，连声说：“悔不听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熊廷弼看着这个毁掉辽东大局的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沉默了片刻，冷冷地问：“广宁之兵尚有几何？”王化贞答：“仅1000余人。”熊廷弼又问：“城中百姓何在？”王化贞答：“皆已弃城而逃。”熊廷弼长叹一声，2人率残兵一路西撤，最终退入山海关。广宁兵败后，后金军对辽西诸城进行了劫掠，但并未派兵长期驻守。努尔哈赤在劫掠完毕后，率军撤回辽河以东。明朝在关外仍然控制着右屯、宁远、前屯、中前所等据点，但广宁的陷落仍然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。天启帝震怒之下，下令将熊廷弼、王化贞2人革职听勘。天启2年4月，在经过2个月的调查后，朝廷正式将2人逮捕下狱。而此时的熊廷弼还不知道，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残酷的命运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将在牢狱中度过漫长的岁月，最终被处以极刑，传首9边。他在辽东最危难的时候2次挺身而出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。他因为坚持正确的战略而被排挤、被罢黜，最终被推上绝路。